真的，现在公司有发出声明，只要他们有抓到在网络上有故意造谣抹黑华晨宇先生这个人，你就真的会完蛋了。跟你讲啊，真的会完蛋了啊。Hello， 大家好，欢迎来到小哥的反应视频。首先呢，这边要先恭喜华晨宇大哥他顺利的当上爸爸啊，神奇的哈。那也恭喜张碧晨他当了妈妈。OK， 那讲完这个之后，那也要讲我自己的感觉啦。今天呢，真的是受了一个非常大的一个震撼弹哦，真的是震了一下，好像整个火星村都晃了一下哈。抖了一下的。最近呢，小哥非常喜欢看新闻，然后每天都会无时无刻都会去翻来看这样看，因为最近呢，台湾有发现疫情呢又扩大，有本土病例越来越多，然后我非常关心这一个事情，然后每天都会看新闻，然后今天翻出来一看到，哇，天，这个是什么消息？怎么会有大哥的新闻出现在台湾的每一个报道上面这样子？我之前看这么多新闻都没有看过大哥本人有上新闻这样子啊，今天有让我吓一下，然后就看到旁边还有张碧晨这种哇，然后这个就是什么黑心人在发假消息来陷害大哥这样，一直会想这个你知道，然后我就赶快把这个消息传给我两个好朋友看，然后问他们这个到底怎么一回事哦。当下我是在上班，那后来我有空的时候我就读了一下，然后看到那个消息之后，我真的是整个人就是慌了。不知道为什么，我身为一个男粉，我觉得我会这样子，真的还蛮稀奇的，还蛮奇怪的感觉。突然觉得我好烦哦，心情好复杂，然后该怎么办这样？然后一方面就觉得替他觉得开心，然后一方面觉得糟了，接下来我要怎么面对这个事情？好像事情是发生我身上一样的感觉，你知道吗？很复杂，非常复杂。那今天就简单说一下我当下的心情。那高兴的话。为什么我会觉得非常高兴？高兴，我是觉得整个火星村所有人的愿望实现了，他想要的女儿，然后他想要的一个家庭，然后有一个人可以好好照顾他，我觉得大部分都已经有实现了。这个是我觉得大家许下的共同的一个愿望，这个我觉得可以替他开心。然后第二个觉得替他开心的就是，我觉得他成为了应该说不要说首例啦，我觉得应该说。成为了我们华语乐坛里面的一个好男人的一个好榜样。我身为男人有一点骄傲的感觉，至少没有逃避问题，而且非常有责任，把这个所有的事情负责，然后打理好、安排好。我觉得这一点真的是要给他一个赞，非常好榜样。那然后我觉得真的不要像很多男人的艺人，但当下发生这种事情的时候，就会说哭闹开记者会，然后我犯下了所有全世界男人会犯下的同样的一个错误的，这种非常恶烂的一种男人，你知道吗？这个要回头来看看我们大哥这个好榜样，我觉得他这一点做的让我非常佩服啊，应该是所有人觉得男人的话都非常有面子，我觉得。那我觉得很烦，说我其实不知道为什么我会觉得很烦。那这边呢，一开始我看到这个消息的时候呢，其实我非常指责，非常错怪张碧晨啊，这个是刚开始的想法啊，因为我觉得你当下发现这种事情的时候，你应该首先就要先告诉华晨宇本人，他应该是有资格知道这件事情的。你当下为什么没有告诉他，而选择逃避，然后跟他断绝关系，你不告诉他？现在我会联想到2018年他开演唱会的时候，那个时候这么辛苦，然后这么累，会联想到这一块去，然后觉得你怎么会这么忍心做出这种事情来对待他？还是觉得他不够辛苦了吗？我心里一开始是这样想，但后来我发现一边时间慢慢的过去，然后又回想说，我觉得一个女生，然后突然间看到这个消息，然后发现自己怀孕的时候。当下的感觉，我是觉得应该是非常紧张，然后非常挫折，然后非常的无助的。当下我觉得应该是有这种想法，然后要做选择，告诉他，或者不告诉他，或者继续把小孩留下来，还是要把小孩就这样这么无心的、这么狠心把它拿掉。我觉得这个是非常辛苦的一个选择这一点我就慢慢回想到女人的感觉，然后我开始慢慢去深深去体验女人，然后我觉得
他选择逃避，还不告诉大哥，然后自己愿意把小孩生下来，我觉得这个是需要非常非常大的一个勇气才有办法，不然你要怎么把他生下来？你还说服你所有的家人去接受这个事实，我觉得是非常困难的。然后这边就慢慢觉得慢慢蛮佩服他，然后觉得，他选择这样子应该是有他的理由。他也许当下觉得说，大哥那个时候可能正在人生巅峰时期要往更上爬，不想为了这件事情而毁掉他之类的被人家做更多的假消息，然后一直来抹黑大哥，让他未来的人生就这样毁掉。我是觉得应该当下他有这样想，如果我们都往正面去想的话，他应该是往正面的方向，然后往好的去为大哥着想，也是我觉得为了自己着想，也是为了这个小孩着想，我是觉得是这样子。那我觉得有一个我觉得非常欣赏他，就是他愿意把他生下来如果他中途又把他小孩拿掉，然后回来又把这些事情又爆出来，我觉得真的是非常可恶的一个事情。但是我觉得他已经把他生下来，他也是一个非常伟大的一个母亲，他也是做了一个非常非常对的一个选择这两方面都要给他们两个按个赞那虽然他们两个没有婚礼的一个正式的一个夫妻，但是我觉得目前来讲的话，这样子应该是大家都可以接受的一个事实啦。那我本身刚刚觉得很烦，到现在我透过我把心里话讲出来跟大家分享，我觉得我真的有比较好一点点不然我觉得这个人整个很烦，不知道为什么。其实真的不要说我是事后诸葛因为我一开始从他闭关回来这100天呢，我就一觉得大哥这个人不太对劲，他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相信以前有看过我视频，大哥回来的那段时间我分享的视频，我每一段几乎都会有讲大哥笑起来那个笑容特别的灿烂，跟往前完全不一样。我觉得他100天里面绝对有发现了什么事情。我那个时候一直怀疑他谈恋爱，真的，我一直怀疑他谈恋爱，没有想过这个震撼弹是这么大的我那时候一直以为他是真谈恋爱，然后有人一直也是说服我说，可能是 Pepper 影响到他让他变得开心。我心里想说，好啦，勉强说服一下自己，我觉得应该可以接受。那为什么我会这样讲呢？因为大哥发出来的推文呢，我是觉得他已经跟这个可爱的小宝宝已经相处了一段时间了因为你看他也说他也喜欢听他哪一首歌，然后也会说吃东西会先给爸爸妈妈吃，我觉得已经有开始相处一段时间了，不然这个推文逻辑上应该不是很突然发生的那他们两个应该是有共同商量好，愿意跟大家公布这件事情觉得应该时机到了不管怎样，但是对我们来讲还是有稍微突然的一些真的是太突然了如果公开恋爱，我倒是觉得还好，因为公开已经有小孩，就是有点突然。但是这个无所谓了，毕竟大家的希望、愿望都是希望他幸福。那他还推文里面有讲了说，他现在是有了这个小天使之后，他是非常幸福的，然后整个人生也可能多了很多彩色。我觉得这个不错，真的很不错，也替他非常感到幸福。那这一点呢，他必须要认我这个格了，因为平常我都叫他大哥，在音乐领域里面，他绝对是大哥。但是在当爸这个部分呢，我比较有经验一点点这一点还是要稍微认清一下。那还有一个要提醒你一下，如果要黑大哥的这一些人黑粉这一些人你们就要小心因为他们公司现在已经发出了一个声明大家可以去看一下。如果你要故意抹黑、造谣、假消息，可能就会扯到法律上的关系你们自己要注意不要说我不提醒你们这个是真的。现在公司有发出声明，只要他们有抓到在网络上有故意造谣、抹黑华晨宇先生这个人，你就真的会完蛋跟你讲真的会完蛋这个不是开玩笑的那在2则的推文呢，我相信大家都已经看了无数遍了我就可能不再分享给大家看大家就去看吧。影片呢，我就分享我自己的心情也搞不好也讲出蛮多ET们的心情那我相信大家一定会在我这边祝福大哥加油橡皮人加油。然后有了他之后，可能你整个人生就会不一样你们的人生就不一样。那这个音乐道路上，我觉得你也会更不一样了。但是你放心，我们都还在的相信我们都还在。那小哥那个部分呢，也会继续帮你传达你的正能量给大家分享。我们不会离开了
至少目前为止我不会来开。我也相信小哥频道里面的所有的一批人、火星村人是非常替华顺衍先生高兴，然后也不会离开的，也一直会监督你看有没有把小孩顾好哈。这一点的你要小心一点。那还有一个这边小小的一个提醒哈，对于如果以后不管是谁都好哈，女性们如果真的是有意外这种发生这种事情，像张碧祥这种事情，我觉得不要再做这种逃避的事情，真的是要坦然去面对。或许你不想公开，但是你至少要先让对方知道一下哈，不然觉得这个是真的不公平，因为有了他是两方都是有责任的。所以既然有责任，他两方应该是要先知道的哈，要讨论哈，要怎么解决这个问题，应该要赶快去讨论，而不是觉得先逃避，然后想了回来再说怎么样这样，我觉得比较不好这样子哈。但是像张碧晨这样子，一开始我觉得是做了不对，但是他后来也是做了对的选择，那也是非常谢谢他愿意把这个小孩生下来，就这样。小孩的部分呢，我是没看过，但是应该是张碧晨参加某一个节目上那个宝宝，我不知道，还没有得到一个证实的，我自己还不知道，但是也不是想要多猜测啊，只要他们幸福，我们就幸福吧。那影片就分享到这边，拜拜。